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9月2号，今天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们、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9点，台湾时间9点，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欢迎大家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讲一则，悲伤，不能说悲伤，亲情，亲情的故事啊。好，那什么叫亲情呢？一般来讲就是 like family love， 可能是爸爸妈妈跟你之间的感情，或者父母跟小孩之间的感情都可以叫做亲情啊。好，欢迎大家，乔马、宋平、Mandarin、慧君、Bobo 还是包包，Hardwin、Alexander、艾云，好，月莹欢迎，还有谁？佩霞、雅玲，衬衫很适合我 ，Really？ 真的吗？老师比较少穿这个蓝色的衣服啊。好，裴静欢迎。好，午餐盒，午餐盒各位同学，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家里吃午餐，对不对？所以可能爸爸或妈妈会在早上的时候准备一个午餐盒，让你带去学校，中午的时候可以吃，对不对 ？Hello， 白兰，好久不见了。好。欢迎白兰哦，还有 Delia 也好久不见，欢迎。不晓得你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带过午餐盒？理查老师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每天都要带午餐盒到学校去，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哦。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小浩今年10岁。老师穿蓝色的衣服，看起来很年轻哦。谢谢月影，真的吗？那以后老师每天都要穿这一件衣服。好，他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爸爸和妈妈很早就离婚了。好，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台湾我们叫主人公啊，台湾叫sorry， 台湾叫主人翁。在大陆叫主人公，就是 like the main character， 大陆叫做主人公，台湾叫做主人翁。好，那小浩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今年10岁。他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什么叫做单亲家庭？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只有妈妈跟小孩，或者只有爸爸跟小孩，这个叫单亲家庭。白兰10月1号要来台北，哇，太棒了，欢迎白兰。那白兰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老师，老师跟你一块吃饭好吗？老师好久没有看到白兰了哦，不晓得你中文有没有进步？白兰中文有没有进步？月莹说主人翁这个字对吗？是的，主人翁在台湾我们说主人翁哦。好，爸爸和妈妈很早就离婚了。好，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可能不再爱彼此了，他们就会决定要离婚，他们不住在一起，没有夫妻的关系了啊。饭盒也叫餐盒，也叫饭盒吗？可以，也可以叫做饭盒啊，餐盒跟饭盒都可以，可能大陆叫饭盒吧，啊，台湾比较常说餐盒，都可以，两个意思都一样。好，谢谢白兰捐钱给我哦，太棒了。所以老师啊，等你来台湾啊，有空跟老师见面的话，老师再跟你一块吃个饭啊。好，那爸爸每天早上4点起床，在厨房里做便当，让小浩带去学校。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单亲家庭里面是爸爸跟小孩，就是小浩的爸爸跟小浩啊，
那小浩的妈妈去哪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他们夫妻俩离婚了哦。好，那他爸爸蛮辛苦的，对不对？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很早，4点天都还没有亮呢，在厨房里做便当，让他带去学校。好，便当是台湾的说法啊，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台湾学中文，你可以用便当这个词汇或餐盒。那如果你在大陆比较常用饭盒啊，饭盒。好，白兰说肯定会有空，那白兰再跟我联系哦。好，月莹，感谢月莹也捐钱支持老师哦，谢谢。好，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啊。好，那我们从这一段话就知道了，小浩的爸爸真的很辛苦，他要工作，然后一大早还要起床做便当，让小浩带去学校。好，爸爸做完饭后就骑自行车去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家。好，爸爸很早就起床，4点就帮小浩做便当、做饭盒，让他带去学校。然后呢，他做什么事？爸爸会骑自行车。好，这个你可以说自行车，你也可以说脚踏车，都可以，都听得懂。在台湾，甚至你可以叫这个东西叫单车。单车、自行车、脚踏车指的都是 bike 啊。晚上很晚才回家，呀，这个爸爸很辛苦，对不对？很好，早出晚归哦。这个中文有一个成语叫早出晚归，早早的出门，很晚才回家，早出晚归，很棒。很好，单车哦。好的，有一天中午，小浩在学校打开午餐盒，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荷包蛋和一些青菜。好，那小浩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打开了爸爸为他准备的午餐盒。打开之后，小浩发现里面的菜很少，只有荷包蛋 （sunny side） 荷包蛋和一些青菜，没有肉，只有青菜。那可能这些菜就是很简单的菜，对不对？如果你的便当里只有荷包蛋跟青菜，你可能吃不饱，你可能觉得这个餐盒太简单了啊。摩托车是 motorcycle 不一样啊 ，motorcycle。好，月莹以前上学的时候，爸爸会做便当给他吃，很棒啊。好，不好吗？其实我们都希望打开午餐盒里面会有肉，对不对？鸡腿、排骨一些很好吃的、很香的肉。可是小浩发现里面只有蛋和青菜啊。好，那同学嘲笑他，小浩，你爸怎么只给你这么少的饭菜呀？小浩觉得很丢脸。好，同学嘲笑他，嘲笑就是 laugh at， 哈哈哈哈。嘲笑一般是不好的、负面的啊，是一个不好的用词。如果你嘲笑对方的话，对方可能会很难过。laugh at， 小浩，你爸怎么只给你这么少的饭菜呀？小浩听了同学的话，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很丢脸。好，这个词请你学起来啊。如果你觉得很丢脸，表示你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觉得很骄傲 embarrassed。 同学面前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丢脸啊。那各位同学，你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一定会攀比，对不对？好，谁帮我打一下攀比？你跟同学们之间一定会比较啊，谁的铅笔盒比较漂亮谁的这个便当盒比较好吃谁的成绩比较好。在学校里面，同学们之间都会攀比，你也可以说都会比较，谁比较厉害，谁比较棒，谁的成绩好，谁的爸妈
比较谁的爸妈比较有钱，对不对？同学们都会互相比较，互相攀比。所以呢，小浩就会发现其他同学的午餐盒看起来有鸡腿，有排骨，有很多肉，看起来很好吃。但是我今天的午餐盒里面怎么只有荷包蛋跟青菜呢？菜很少，饭也很少，他觉得很丢脸啊。好，那所以小浩回家后他很生气。小浩对爸爸说：我以后再也不吃你做的便当了。好，小浩很生气，所以呢，他跟爸爸说：爸爸，我以后再也不 no longer 再也不吃你做的便当了，我要自己去买便当。你的便当啊，做的这么简单，菜又少，只有蛋跟青菜，所以呢，小浩被同学嘲笑之后，他很生气啊。他对爸爸说：我以后再也不吃你做的便当了。好，所以这个也不能说小浩错了哦，因为有时候同学们之间真的会去攀比，对不对？不能用对比啊，对比是两个例子在比较啊，不能用对比，意思不一样啊。可以用攀比，也可以用比较，但是不能用对比啊。Mandarin 说他吃素，所以不会觉得丢脸啊。做跟做有些地方通用，但是有些地方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有些词汇可以通用，有些不行哦。好，爸爸听了小浩的抱怨，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点点头。第二天，爸爸给小浩钱，让小浩自己去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爸爸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第二天，爸爸给小浩钱，让他去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好，所以各位同学，小浩的爸爸决定，好吧，既然我的小孩不喜欢吃我做的便当，那我就给他钱，让他去买他爱吃的东西。好的，好，到这里呢，我们觉得这个小浩的爸爸对他真的很好，对不对啊？对小孩很好，被孩子欺负了也不算吧，只能说这个爸爸很疼孩子。好，谁帮我打一下 ？Pamper， 很疼孩子，对孩子很好，他不希望孩子在同学面前丢脸，对不对？所以倒不是被倒不是被自己的孩子欺负了，他可能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同学面前不会感到丢脸，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天下父母心，对不对？我们中文说天下父母心，就是天底下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同学们面前丢脸啊。好，天下父母心啊，不是很痛孩子，很疼 ，pamper， 很疼孩子。月莹说小浩不了解爸爸的心，有可能啊，有可能。小浩年纪还这么小嘛，对不对？他几岁你们还记得吗？等一下会考哦。小浩今年几岁？他才10岁而已，他可能不懂大人的世界，对不对？对，天下父母心。过了几天，小浩发现厨房的垃圾桶里有沾了血的卫生纸。好，过了几天，好，就是 like a few days later， 小浩发现厨房的垃圾桶，在台湾我们说垃圾桶，在大陆念垃圾桶trash can 里，垃圾桶里有沾了血的。好，什么叫沾了血？你们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有个东西沾了血，可能是衣服或卫生纸，沾了就是 blood 血，沾了血的卫生纸 tissue or toilet paper 都可以叫卫生纸哦。垃圾桶里怎么会有沾了血的
卫生纸呢？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啊？爸爸半夜回家后，小浩很好奇，所以呢，他做了什么事？小浩躲在门后，看到爸爸的手上有很多伤口。好，有人问血还是血？这里应该念血吧，沾了血的。血一般是跟词汇一起用应该是这样。因为各位同学，我告诉你们，在台湾我们只有念血这个音，不念血那在大陆他们会念血，血反而更常用所以这个其实呢，就看你在哪里在大陆他们应该是还是念沾了血的沾了血的。血高血压他们会跟词汇一组词汇一起用的时候，他们会念血好，这里其实如果你没有要考试的话你念血或血其实都听得懂，不影响沟通是不影响沟通的。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要考试，念血或念血都可以不影响沟通，我们还是听得懂高血压，对好，那爸爸半夜midnight 半夜回家后，小浩躲在门后，看到爸爸的手上有很多伤口。好，什么叫伤口？可能你被刀子割到之后会有伤口，或者你受伤了，身上会有一些 wound 伤口好的，小浩才明白爸爸的手痛，所以那天才没办法煮好吃的饭菜。小浩懂了，在那天半夜，小浩才知道，才明白为什么爸爸那天准备了这么简单这么少的饭菜呢？原来爸爸工作受伤了，他的手上都是伤口，所以他没有办法煮好吃的肉，没有办法煮很多菜让他带午餐所以爸爸的手痛，所以那天才没办法 unable to 没有办法就是不能的意思，不能煮好吃的饭菜。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好 Melly 说看得见的念血，看不见的念血可能吧，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在台湾，在台湾我们都念血，我们不念血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的确听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们都会念血好，艾云说爸爸是被狗咬吗？不晓得，故事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猜爸爸可能是工作的时候受伤了因为爸爸都工作很晚，而且可能爸爸的工作很危险。那爸爸受伤之后手会痛那他手痛当然就没有办法碰到水，或者是煮很好吃的肉或菜，对不对？所以小浩才知道原来爸爸受伤了，没有办法煮我爱吃的东西。好 OK， 我们看一下被同事要了什么意思？乔马被同事要了耍了吗？好，爸爸笑着说，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浩从门，他躲在门后，对不对？后来爸爸知道他躲在门后了，爸爸笑着说，没事，是在工作时弄伤的，所以不是被狗咬，是工作的时候弄伤了。爸爸的工作可能很危险，对不对？好 OK， 爸爸笑着说，为什么爸爸要笑？我觉得可能他不想让小浩担心，因为如果爸爸很伤心，好痛好痛一直喊痛，那小浩可能会很担心爸爸，对不对所以爸爸笑着说好，他不想让小浩担心对，可能也许是被什么机器弄伤了。艾云说的没错，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操作机器，可能被什么机器弄伤了爸爸的工作可能很危险
好，小浩非常后悔。那天晚上，他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纸条上写着：“我想再吃爸爸做的便当。”好，小浩非常后悔。什么叫做后悔？就是你做了某一件事情，结果可能发生了一些你不想要看到的结果，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后悔 regret。那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做过后悔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你很希望回到过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对不对啊？后悔，我们一辈子都会遇到一些让你后悔的事情。不晓得你们各位同学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感觉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有一些事情让你很后悔，要是当初没有这样做，那该多好，对不对？后悔。好，那天晚上，小浩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再吃爸爸做的便当。”后悔不是惭愧啊，惭愧是做了一些事情，结果呢，让你觉得，很丢脸吧？惭愧不是后悔，后悔是你希望从前不要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从前过去你做了，你现在就会很后悔哦。好，简单来讲哦，后悔 regret， 惭愧比较像是 embarrassed 啊 embarrassed。好的有人说有些事情让我很后悔。然后 Mandarin 说，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让他们后悔的事情，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好，爸爸半夜回家后看了纸条，开心的笑了。第二天，桌上又有爸爸亲手做的便当了。好，爸爸笑了，表示爸爸知道小浩理解他了，他知道爸爸那天做的便当盒不是故意的，因为爸爸受伤了，没有办法做好吃的饭菜给他，所以第二天爸爸又继续的为小浩做便当、做午餐盒了。好，亲手就是自己做的，叫亲手，亲手做的、自己做的便当或者你希望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对，这个乔马说的这个叫弥补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写弥补如果你遇到了后悔的事情，可能你会想去弥补，去 make up， 去弥补。那希望这个事情能够不让你这么后悔，减少一些你的罪恶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去弥补这些让你后悔的事情好，弥补是不是这个字你们找不到？弥补，对，很好，找到了。好，乔马写出来了，弥补。所以有时候你做了后悔的事情，你希望弥补，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是你对不起你的老婆，那么你会去弥补它，或者你做了一些事情是对不起你的小孩，让你很后悔，那你会去弥补它好，去 make up。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3个问题。问题1，小浩的爸爸每天几点起床？这个你们还记得吗？小浩的爸爸很辛苦耶，他每天很早很早起床，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了，然后准备小浩的午餐盒之后，还要骑自行车去上班，很晚才回来4点，答对了。好，其实也不难这个问题也不难。早上4点，你可以说凌晨4点，因为一般来说4点天还没有亮。凌晨4点，我们中文可以说凌晨4点，凌晨4点。好，问题2，爸爸为什么只煮了荷包蛋和一些青菜而已？好，而已表示 only 那个感觉 ，only 好，
爸爸为什么只煮了荷包蛋 sunny side 和一些 vegetables 青菜而已呢？爸爸是不是讨厌小浩？还是爸爸没有钱了？为什么？什么原因？很棒，爸爸的手受伤了，答对了，很好。爸爸的手，很好，爸爸的手因为工作受伤了，爸爸的手有伤口，所以没有办法煮好吃的午餐。很好，这些答案都可以。爸爸的手疼，很好。爸爸的手在工作的时候弄伤了，也可以。好，因为爸爸的手受伤了，所以他的手很痛，没有办法煮好吃的午餐。很棒。因为爸爸的手受伤了，所以没办法给小浩煮好吃的饭。棒哦。好的，很棒哦。你们其实要学习怎么用中文来回答问题，这个是最难的啊。多多练习就会进步，不然你只听这种说比较输出比较少，那你的听力好，但是你的口语不好啊。问题3，小浩知道真相后做了什么？好，什么叫真相？就是 truth。真相就是事实 fact， 真相就是事实啊。好，小浩知道真相后，本来你不晓得这件事情，后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哇，这2个成语很难，但是如果你想学，你可以学起来。什么叫真相？就是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The true fact 好，你们自己去找老师这个直播课之后会上字幕，你看一下就知道是哪2个成语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好，小浩知道真相后做了什么？很棒，裴静，他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告诉爸爸他想再吃爸爸的便当。答对了。小浩觉得很后悔，他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张纸条，他说想再吃爸爸做的便当。你们很棒乔马说小浩写了一封信，希望爸爸会原谅他。乔马这个答案也非常好对，小浩做了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爸爸的手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做好吃的便当，所以他写了一封信，不是信，纸条。他写了一张纸条，他想要告诉爸爸，爸爸，我想再吃你做的便当他体谅爸爸，他知道爸爸很辛苦好，你们都答对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荷包蛋、荷包蛋、荷包蛋、纸条、纸条、纸条、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好，台湾叫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好，躲、躲、躲，哪一个是躲？这个是躲这个人躲在门后。好，这个男人躲在门后，躲 to hide。伤口、伤口、伤口。卫生纸、卫生纸、卫生纸。这个可能在大陆叫手指，这个好像叫手指，不过在台湾不叫手指，台湾叫卫生纸那这个你也可以叫它面纸，在台湾台湾可以叫它面纸，但是你讲卫生纸，大家也都听得懂可能不同的地方在大陆会有不同的说法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啦，谢谢大家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我们礼拜4继续来学习 HSK 的课程，我们礼拜4见咯，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